好，看我们又来机场了，这熟悉的柜台 Delta 的柜台，您敢信吗？我们用1碗牛肉面的钱回台湾过大年，我们看看这1碗牛肉面的钱能给我们换来什么服务？1碗牛肉面啊，超便宜。300美元，单程机票，还要啥自行车啊？我们吃过最贵的1碗牛肉面也就300美元，1万台币。吃的不好吃，但是我们在飞机上可能会也不大好吃。我把我吃水果的份额留给台湾吧。你今天台湾没有份额呀？今天台湾没有份额，那我可以不吃。我们还是同样的航班，从拉斯维加斯坐到西雅图，然后从西雅图再到台北。这个航班特别好，然后晚上9点到台北，到了就可以睡觉，就不在乎这一路睡得好不好。长记性了啊，不拉老虎机了。为了让我这个机票便宜的更值得，我们这次这个机票应该是我近这么多年买的最便宜的一张机票，300美元单程。因为还用本来是应该是350美元，然后用里程减了50美元，所以就剩300美元了。虽然是经济舱吧，但是要啥自行车啊？那经济舱300美元就跟不要钱一样。我这300块钱是包括了从拉斯维加斯到西雅图的2小时，然后再从西雅图到台北，就2段路程，2段行程的钱300，我觉得可以的。你看我这脸就是那种占了便宜的那种开心的脸。你要20块钱拉个老虎机，拉出100块钱来。对，我要20块钱拉老虎机，拉出100块钱就更赚。你看你这就是又要把我拉入赌局。我上次拉过，我上次拉了100块钱，然后剩40块钱的时候，结果就一下就变成了500多。呵，那你那时候回本了，我这手气算了吧，我要是再拉2下，这机票就不值了。我吸取上次的教训，吃一堑长一智。上次其实你也是从20块钱，你好像剩几块钱了。没有，我是10块钱拉到14。其实我那3块钱的机票已经回来，但是我没收住手。我看到了一个新的机器，这个机器是扔骰子。3块钱扔1次，然后好像是2个骰子，要是统一样的，是不是就赢钱呀？3块钱1次，我要忍住。富贵，你要摇一下吗？别摇了，咱没有现金。一想到我省下来的机票钱可以在台湾吃更多好吃的，我就特开心。自从我上次做完那个廉价航空，我觉得太省了，现在就觉得以后这个机票买点便宜机票也挺好。正好坐在翅膀上面哎。富贵说300块钱的机票都是坐在翅膀上。出发的那一刻，眼中闪耀的是未知的快乐，千山万水我们一起走过，每一段旅程都有你的笑容。脚步轻快，迎接晨曦的光，和你一起世界变得更亮。风中飘荡我们的歌声，每一次冒险都有你的温暖。爱的旅程不需要方向，只要有你在身旁，心中满是阳光。我们笑着唱着，自由自在翱翔。爱的旅程不分白天夜晚，只要牵着你的手，未来不再彷徨。我们梦着唱着，一路快上路。我们到西雅图机场了，然后现在有2个小时的转机时间，我们打算去下一个休息室。下一个休息室呢是新的休息室，是 Delta 自己的，是新盖的。上次我们就去了，就觉得特别好。别看我们上一个休息室破破烂烂的，吃的也不好，但是下一个休息室非常的好。
这个休息室是目前我们在美国去的算比较好的休息室。Third floor Sky Club。这里面吃的就比刚才那个要好太多了，还有各种的 wrap， 各种的卷儿。我要在这儿多吃一点，因为下一趟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吃的，这都是我爱吃的。各种沙拉，这边的选择就比较多。看看这边熟食有什么，牛肉，还有米，这个我爱吃。拿了一堆我爱吃的，还拿了个小甜品。整个休息室特舒服，特别敞亮、干净、舒适，就不会像有些休息室就乱七八糟的，然后又没地儿坐，这里边座位也挺多的，坐在这儿就不想走了，吃饱喝足了就不想走了。还好我们有2个小时的转机时间。登机口门口这个玻璃，大玻璃的画还挺好看。我们现在在登机口门口了，准备要登机了。台湾只离我12个小时远了。啊，好激动啊！感觉马上就要穿越了啊！哦，好激动！走在这个登机的路上，我的小心脏砰砰砰砰跳啊！哈哈哈。我们在40最后边，也不算最后边吧。我把口罩摘了，因为刚才走进来的时候我戴着口罩，老外看我特奇怪。最后的 section 40，这40刚好是这儿紧急出口，这边腿，我这小短腿儿，各种地儿让我伸。虽然咱是经济舱，但是咱这个紧急出口的位置还是挺好的，腿有地儿放，有地儿伸。Delta 的好处就是我们改了好几次机票，也没要钱，是吧？我们改了3次机票，就是一直往后延，因为美国有很多事情还没完成嘛，然后就一直往后延了3次，也没有收费，另外收费。其实我感觉这个位置和那个超级经济舱没啥区别。这个其实就是你如果不在超级经济舱第一排，这个位置其实比那个好。对，因为超级经济舱我们就觉得第一排是比较直的，因为它的确空间很大，要不然其实差别不大，还不如这个呢。这个经济舱它这个紧急出口的位置就空间特别大。只要有你在身旁，心中满是阳光。我们笑着唱着自由自在翱翔，爱的旅程不分白天夜晚。只要牵着你的手。这是猪肉啊，我的是 chicken curry。又吃饭了，这个鹰嘴豆还蛮好吃的。这有酒喝。干杯！喝酒。飞机上真的是超级干，我厚敷了一个睡眠面膜，这个我用了不下20瓶了。但是呢，因为它是睡眠面膜，我呢晚上睡觉是趴着睡的，所以我不能晚上用。我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洗完脸，厚敷一层，晚上再洗掉。这个特别保湿，在干燥地区的姐妹们可以试一下。我用了真的是不下20瓶，这还是老包装的，现在已经换新包装了，因为之前打折的时候我囤了好多，非常好用。到头来了，又是我
我熟悉的桃园机场的等行李。我们现在已经拿上行李了，富贵在办电话卡。这次是我们来台湾这么多次唯一一次没有金福器抽奖，顿时觉得损失了1个亿，心里空落落的。金福器好像已经没有了，据说外边的机器都已经撤了。待会儿出去看看我熟悉的机器是不是已经没有了。但是今天的特别之处是我们唯一一次有接机，有专人接机。实在是拗不过曼曼和卡格，他们非要说他们家离机场近，但是就很不好意思麻烦他们，我真的拗不过他们，拗不过。晚上到达的航班还挺多，好满满的人，候机厅还有办理入境都是满满的人。这是什么待遇啊？专车接送哎！感谢卡哥专车接送。没有，我说真的是，就在我们旁边就有一个租车站。这是还是租的车，因为我们行李多，然后卡哥和曼曼开的不是这个车。如果你们叫车也要1000多块。对，我们绝对比你们便宜。你们是你们的人力呀，我的天，你们的时间啦，你们还有回来，对，人力是无价，爱是无价的。哎呦，真不好意思，我们住旁边了。还好吗？有没有睡好？我这啥待遇啊？我们就是基本上没睡，光看电影了。对，回来就可以直接睡。好倒时差吧。好。曼曼又给我带了一堆吃的来，我们到了熟悉的万豪，现在上房间。我们是今天有升级是吗？对，都升级了。给我们把我们去在万豪的这几天都给升级了，而且我们现在有早餐了，虽然不是在1楼的早餐，但是是在那个行政楼层的早餐，就能喝个咖啡，能吃点东西，就不至于说啥都没有。因为它是7点到10点，它是一个酒廊，是个酒廊，就小吃呗，就等于是小吃酒都有。哦，你要这房间多少钱一晚上吗？多少钱一晚上？这个房间你要是订是$800。$800。对，然后一晚上啊！你知道，如果用我们的那个卡订，也要22000台币，也要$700。那为什么他给我们免费升级了呢？你厉害了！哎呀，今天你看我这脸又笑的合不上了，就觉得今天这个经济舱省了好多钱，然后呢又免费升了房间，就好开心，好开心。来，我们来看看我们升级的房间到底它有$800的房间到底有多好。房间一进来是个镜子，然后这边是客厅，它有这个客厅其实就很舒服了，就不挤了，可以会客了。这边是行李箱，就不用像原来紧紧巴巴的。然后这边进来其实就是多了个客厅，它卫生间其实也都差不多，但是多这个客厅就会更舒适一些。卧室不错，这个值800吗？这不至于值800吧？它其实它主要是因为它可以享用行政酒廊。哦，房间其实和对，就是多了个客厅，放行李的地儿大，放行李的地儿多了，对。然后它800估计就是它那个，但它行政酒廊不都是小吃吗？它能喝酒？能喝酒。哦，是酒的钱，酒的钱800。这个是待遇啊，待遇啊，待遇。说明你是行政人士。哎呀，我这辈子也混上个行政人士，行政人士发型没有这么乱的吧？天哪，行政人士坐着经济舱来行政人士，得了一堆，哎呦我的妈呀，零食，一堆吃的，这也是吃的，应该是也是吃的，还有小番茄。这个是我心心念念的，我上次跟曼曼说我这次回台湾一定要买的，然后结果曼曼就帮我买了，已经就是素牛肉。我上次在那儿试吃的时候，我就心心念念，太好吃了。酒店还送的果盘和一瓶酒，我们打算这酒配着曼曼送来的酸菜吃。这个酸菜也是我心心念念曼曼做的，超级好吃。好多零食，一地的零食。
我们原来来台湾不都是把车开去洛杉矶，然后从洛杉矶坐飞机来台北吗？我们近5-6次不都是从Vegas 到西雅图，然后西雅图再直接到桃园吗？我们觉得这个航班特别顺，中间的那个转机也好，而且达美航空特别好的一点是，就是你中间你改航班1分钱没收，就在手机 app 上一操作，就跟你讲，就20秒就改好了。对，就随便改，而且你知道有些就是航空公司它改，你得打电话改。然后呢，你要是比如说通过一些第三方网站订的票还不给你改，直接就退了，就是还会收一个手续费。但达美航空这一点是我们真的觉得特别好。而且像咱们这次这么便宜的机票，应该都是不能改不能退。对，这么便宜的票，而且你很有可能是没有行李的，但是我们也都是有4件大行李。对，我觉得都包括了。我觉得美国的航空公司还是真的是挺好的。虽然说它的比如餐食啊没有亚洲的好，但是美国的航空公司整体就是人性化这方面是非常好的。我也觉得是，它吃的肯定没有就是说亚洲航空公司那么好吃。关键你这个票差太多了。你看咱们现在300块钱一张票，2张票600块钱。我们如果要买超级经济舱，一个人要1200美元，2个人就要2400美元。我们如果买商务舱的话，对，一个人要3500美元，2个人差不多7000美元。单程啊，我说的都是还没有算往返呢，因为咱们还要连国内，所以这往返没法买。糖三角，蛮好吃的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省了好多钱，就是说这个钱我在台湾吃喝玩乐，多爽！酒店我们是花着80美元住了800美元的房间啊。我们这次这个酒店也划算，正常来说应该是要200多，将近对200多美元。然后我们是因为有朋友的这个就是员工亲情卡嘛，80美元再免费给我的升级到这个套房。糖三角配白葡萄酒配酸菜，啥吃法？早安，昨天晚上睡得可好了，一觉睡到10点。我们这个冒牌的商务人士要去万豪的行政酒廊喝个咖啡。我们在万豪住了这么多次，第一次有资格去喝这个行政咖啡哈。好行政啊！它也不小呢。嗨，你好。玉米包、叉烧包。叉烧包，还有中饭。它的冷盘非常的中西结合，有烟熏火鸡胸肉，还有猪肉冻。富哥吃的就是粥小菜，我吃的就比较杂。所以你这个蛋是请他们单独做的是吗？对啊。我又拿了一堆这个芽菜，大家要多吃芽菜哦，对身体非常的好。咱们这个行政楼层的行政早餐吃完了啊，还不错，挺好吃的。然后里边的种类啊比较 international，虽然说量不是很大，但是完全够吃，然后口味也不错。一般像台湾酒店的早餐，它会有很多比较 local 的东西，就比如说油条、豆浆、牛肉面、馄饨这些东西。但是这个行政楼层的就比较 international，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好吃。而且它的好处呢是它全天供应，它不像普通的早餐，它是几点到几点？不是，商务人士是不吃油条，不喝豆浆，商务人士。对，我们刚才在吃饭的时候，就是大部分还是外籍人士比较多，local 的没有，可能占30%、20%。
它呢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都有，早餐是到10点半，然后中午呢就吃一些 crackers 那小姐姐说就是吃点小饼干啊小零食啊，对，这就非常的外国人就中午就有的时候就喝杯酒，就吃点什么 cheese 啊，吃点水果啊，吃点这种东西，然后到晚上它还有一个简餐，但它这个简餐是好像有四个菜之类的，对，它就不算晚餐，不算那种特别大的正式的晚餐，它全天供应不同的酒，烈酒啊、红酒、白酒都有，还蛮不错的，很安静，上面也人也少。我们每天还有2个小时可以用它的会议室开个会。你有会开吗？就是咱俩就别在房间说事儿。为了把这个行政楼层的这个利益最大化，咱俩说点什么，明天吃啥，咱也去那个会议室去商讨，拿个本儿，拿个笔，他有黑板吗？不对，现在行政人是拿电脑记录，拿电脑记录，没有人拿笔拿纸，都拿电脑。你拿你的电脑，我拿我的电脑，咱俩今天去南门市场，明天去东门市场，很重要，因为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要正式开启台湾过大年系列了。拜拜，下期见，敬请期待。Yeah, 让我过过台北见啦。Yeah, 我跟你讲啦，你先听我讲。台北这座城不说话，但吃得会扛。早上挤进车厢脸发痒，研发忙手里都蒸滚烫。一口下肚，人现在问再继续吗？油条断，胡椒烫，叶子硬，我不慌。我站在牌子上，一句一句往前撞。街角灯还亮，牛肉面在滚烫。白雾贴着玻璃，油条心脏先放一旁。面一拉，肉一盛来，有一滴心就定。我跟你讲，这一口先把自己过得稳。1万块的桌我也做过，100块的碗我也端过。吃的不是排场，是你今晚要怎么把生活顶过。空桥东路走到发烫，不要弄香，味道还在冒香。城市不见圣诞位置，到这里每单人空着回风。电视灯一盏一盏亮，烤肠饭鸡排香，油画炸开全世界走在巷子里乱撞烂剑，天梯般在线，云架在上天，拉花圈这一摊才算正式登场。专家热炒一两，贴过一响，随想一上，直接上，鼓励说在响，桌子在晃，火一拉高，整条街都在听着声响。酒一上跨边账，不是骂人，是把别的椅子仰弯，桌子很方，歌声很长，先把这一口吞下去，再继续扛。桌上没有路也拉长，霓虹晃就被碰，人往前走话不多样，今晚只想顺着逛，有人想安静的货，一碗热的就够，也有人把夜喝透，走到天亮再走。我该立功，城市不说话，但热汤一直在灌我该立功，吃等于配苦，所以还能继续掌握。该立功了，讲到这你要不要坐下来？这一口，台北不问你是谁，只问你有没有站着走。这一口，我们来被动啊，动啊，动，我们来被动啊。